对。那如果他追求废土风 ，it's OK，废土风也有它非主流，也有它好看的那个面。可能10年以后，你那件衣服又可以拿来穿。是，这就是我妈跟我说的话。她说：“我10年前的衣服，你现在可以穿。”我在研究这些设计师的时候，可能会比大众更加深一点。我会去了解这个设计师。他的背景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开始这个牌子？然后他想从当中表达什么？其实这个过程，如果陈浩不来找我，我是不会反思为什么我爱去研究。其实我想从他的故事当中找到跟我相似的、契合的那个点的。像 Chanel 它是比较追求中性啊、女性解放啊。如果那个点，它的那个中性加上珍珠项链也契合了我的想法，那我就会在穿它的时候。double 上去的这种感受，其实服装给你带来的更多是这样子的力量，反而更好。那如果它是个 logo 给你带来的有可能更多的是外在的、伪装的，你还没有就是脱光看清楚自己想要的真正的是什么。说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个人品跟审美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审美标准其实是要从儿童的童年的时候开始。就要培养起来的，所以你有什么建议给到那些爸爸妈妈？我讲个超纲呢，也是从我自己女儿的身上我看到的，因为我们小时候，我正好是那一届没有校服的，就比我第一届的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大家都有 uniform， 都有校服，然后在学校里面，男生头发不能太长，对不对？不能染发，女孩子不能做指甲，不能化妆。那这些不能，我们从小都是觉得天经地义，因为会影响学习。但是反过来看，就是现在的国际学校没有这么严格，染个头发不行啊，做个指甲可能太长不行，短的老师并不会介意。类似这样子稍微宽泛一点的规则下，小孩反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其实就提前比我们更早的时间去 try 了，对吗？他更早的时间去试试看这个喜不喜欢，别人对我的各种各样的镜子对我什么呢反馈，我头发染了这个，你觉得好看，你也染了，我们俩有共鸣了，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有的。学校里反而没有，那没有会缺失什么？就是缺失对这件事情产生共鸣的这个过程。然后再看国外，我有跟就是我朋友的一个女儿，她大概是16岁，她已经非常非常成熟，有自己的就是很完整的一个审美观。因为我觉得很好奇，我说你们学校规定可以染发什么的吗？我当时就问她，她说老师没有办法规定，因为种族、人种还有那个信仰都不同，还有学生从头到底都是包起来的，还有学生是必须这里点一个点的。你说当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他只有更 open 才能接纳更多的文化，然后大家互相之间才能了解到原来你的文化是这样子的，我要尊重你的文化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更能提前了解到，提前有自己的就是尝试的这个权利在那里。如果我可以介入到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校服也好，还是妆容也好，我觉得我们的线可以拉得稍微再宽一点，校服可以做得再丰富一点，然后让学生们有更多的选择。我理解下来就是还是得多让那个小孩多尝试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与生俱来，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审美，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说这个自然当中的这个美一样，他是能感受得到的。对吧？就是你自然当中的这朵花为什么是5瓣然后6瓣然后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我觉得其实它都有就是自然的这个规则在里面，然后让它变成这样的一种形态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把基础的那个审美，可能这个东西包含了一些通识教育，做到以后，然后你再让他去try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给他们自己选择。那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？就是作为服装设计师的妈妈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已经把自己培养成，我觉得我的审美还不错的这样境界，我的女儿完全不听我的。她在有一段时间，大概是4岁到5岁的时候，出去这里一朵粉红的，这里一朵粉蓝的，身上一个黄色的。然后下面一个什么，就是大色块的那种亮颜色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娜就是如果这个颜色的比例大一点，那个颜色比例，那我不管，我喜欢。对，我话都没有讲完，他就出去了。
但我后来就是发现他挺开心的，出去回来也没有不开心，也没有受到不同镜子的反馈。但是慢慢的，你再看他现在的穿搭，我不知道他哪里就是变化了。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测试、尝试，还有就是审美疲劳，就是审美。你刚刚说到就是审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审丑也是一种审美疲劳，看到个新颖的东西有兴奋感，然后想要追随，然后它又代表着很厉害、权威。那人的审美为什么流行会迭代？它其实是有，这个审美疲劳的过程的。那我女儿一定是从2朵大花变成还是1朵花好看，或者颜色太多还是颜色少一点好看，有这样的过程。就反而是如果我强制她一定要让她当时按照我的方式去穿，有可能她从来都没有这个过程，而失去了找到她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的那个权利。而且有可能你的这个给她的一个标准啊，反而让他在外面受到负面评价，以后再也不相信你。是的。在你给到孩子足够的空间，然后还有就是让孩子多一点点不同美的这种可能性包围的情况下面，会不会让小孩的这个成长变得更自信？这个取决于当他被美的事物包围的时候，他的感受。如果他看到这些看久了，他审美疲劳了。你想象一下，审美疲劳，他看到个废土风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，这是才是我想要的，很有可能的呀。对。那如果他追求废土风 ，it's okay， 对吗？废土风也有它非主流，也有它好看的那个面。给我解释什么叫废土风？废土风就是穿得像个乞丐一样的。你看过沙丘吗？对，就是沙丘的那种的船绕啊、纱布啊。这个挺好的呀。我是可以觉得他是可以喜欢废土风的，不是不可以。但他被美的包围，第一个美是一个主观用词，就你觉得美，他不一定觉得美。对。还有你觉得美不一定是全部的美，对不对？对。当他是主观又是局限数量的时候，就看这个小朋友对你给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共鸣。如果有，那他以后就是知道啊，我也喜欢这样的东西。如果他没有，他就有权利去寻找，或者给他机会去寻找其他他认为有共鸣的东西。是，这个我就是完全认同，也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，就那个三浦展的第5消费时代。他正好说到的其实是第4消费时代，就是那个昭和时期，有一个变化，就当时日本的那个，遇到金融危机嘛，然后后来就开始了慢慢的有不一样的这种，subculture 的这种亚文化出来，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在涩谷、澀谷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装扮的人。我觉得大家其实对自己都挺满意的，他也不是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他。很多亚文化的人呢，就是在大家总结的这些数据当中啊，他们会反对主流文化，而坚持自己的亚文化。那很多反对的理由呢，就是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商业行为的背后的一些逻辑是他反对的。他知道，你们是这样子收集信息，然后用堆钱堆出来的这个样子，然后大家都在穿，所以他不要，就是他有个这样的过程，他觉得这样不环保。很多环保人士反而更不追求主流的时尚。当你理解了商业逻辑之后，可能它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其实它是一种表达。我是比方说所谓的非主流，其实我觉得的确现在它更多像一个兴趣圈子，它不太像以前我们说非主流，甚至我觉得非主流有点像骂人的。但我觉得有改变了。说非主流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就是我的定义就是他在表达他自己，是不是？也是不合群。对，我们如果说一个主流的人，他是一群羊。然后羊群文化，所谓非主流的人，他就是说我不要当那个羊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对，因为你当你是羊的时候，就是羊群去哪里就去哪里嘛。今年潘通是这个，明年潘通是那个，对吧？那我凭什么潘通是这个呢？你可以留着，
因为它这个色也还是会轮换，哎可能10年以后你那件衣服又可以拿来穿。是，这就是我妈跟我说的话。她说我对10年前的衣服，你现在可以穿。我基本上一直在穿 vintage 的衣服，然后我婆婆给我的，甚至我的太奶奶留下来，只要保存的好的，它都可以就是变成我喜欢的那个样子，不是说把它去裁剪一下，其实只要是尺寸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都是 OK 的。为什么我说时尚是个坑呢？为什么我现在不追求时尚，是慢时尚呢？其实在你每年都要做时尚报告吧，去看那些趋势，然后做你今年的新的企划。做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你就发现它是一个商业轮回，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规律在里面。然后这个它的确在变化，但它不是一个往前走的变化，它是一个循环上升的，或者循环往哪儿去的一个变化的过程。它这个变化的过程和我们刚刚讲的看久了审美疲劳，想找到一个新的是完全相关的，所以审美跟心理是就是一件东西，就是一件东西。是那时尚当中有一个5和7的概念，加起来是12年，是什么概念呢？是说每5年大家是会对女性化的东西感兴趣。就是5年是对女性化的东西感兴趣，你的眼睛想看暖色调的东西，想看蕾丝的东西，想看女性化，想看 S 型的，想看妖娆的，看久了，哎，你疲劳了，你想看一些中性的东西了，想看一些剪裁稍微 H 型一点的，再看久了，哎，你想要看更宽的东西了，你想要看冷色调的了，你想要看蓝的、绿的，藏蓝的这种颜色清爽的，那男性化是7年。就是冷色调和简洁的线条可以在你的脑袋里面形成7年的时间，比女性化时间长2年，很有意思的结果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简单，因为它跟大自然更加的契合。那如果你看完到第7年的时候，一般也是又回到男性变成女性化、中性化的这个阶段，又开始有一些小荷叶边出来了，颜色偏橘一点了，还没有到粉，然后再往下又进入到第2个循环的5年，它其实就是12年的一个轮回，所以我们现在你可以倒回去看，12年以前是什么，很有可能非常的接近。喇叭裤，现在喇叭裤对吗？高腰裤，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低的低腰裤，在以后很有可能再回来。日本其实就是有很多中古店，然后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以前可能30年前。我知道你刚回来，大阪的逛街真的是我最喜欢的。你可以就是很便宜的价格，你可以买到一件30年的大牌。但其实你现在穿出来完全跟现在的时尚也是不违和的，对，而且你还特别有个性，对，包括就是刚刚所以说你如果再加一点点其他的细节，是，那我觉得其实你能够树立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美的表达，就是你最后总结的这句话，就是我挺想一直跟周围的朋友们去说的，就是你不管你选择大牌也好，小牌也好，vintage 也好，优衣库也好。只要这个东西能够让你表现出真实的你吧，或者你想要表现出的那一面，而不是就是你只看到我的这个外面，没有看到我本人，就是一个好的审美，就是一个挺值得过的那一天，我就这么觉得。如果每天早上起来，你从衣橱里翻出的一件衣服，打扮之后就符合你当下的心情，就想要走出去告诉别人我今天是这样子想的。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啊，那这一天我就觉得很值得。同意。